Hello， 大家好 ，Hello， 我是天。Poco 近期就发布了 F 系列的两款手机，分别有 Poco F5 和 Poco F5 Pro。Poco F 系列作为 Poco 最高规格的机型，每一代都非常的性价比。这次 F5 系列自然也没有让大家失望。我们今天就先来开箱 Poco F5 系列里面最顶配的 Poco F5 Pro。老规矩，我们先上手机的配置。Poco F5 Pro 是搭载了台积电4纳米工艺制成的骁龙8 Plus 处理器，再配上 LPDDR5 和 UFS 3.1的高速存储。散热的部分是用了 VC 液冷散热系统，散热面积去到6933平方毫米。影像方面，前置镜头是用了16MP 的人像镜头，后置镜头是用了64MP，支持 OIS 和 EIS 双防抖的超清主摄，再配上一颗8MP 的超广角镜头，还有一颗2MP 的微距镜头。Poco F5 Pro 的屏幕是用了一副6.67英寸 WQHD Plus AMOLED 的直屏，再配上120Hz 的屏幕刷新率，还有480Hz 的触控采样率。屏幕峰值亮度最高可以去到1400尼特。它这次一共有推出两款颜色，分别有黑和白。电池的部分它是配备了5160瓦的大电量，再配上67瓦的超级快充，还有30瓦的无线充电。它这一次也有支持屏下指纹解锁。音质的部分它是配备了立体声双扬声器，还有支持 X 轴线性马达和 MFC 的功能。在马来西亚 Poco F5 Pro 有推出3个版本，8+256卖价2099 ，12+256卖价2199 ，12+512卖价2399。它的机身厚度是8.59mm， 重量是去到204个 gram。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 Poco F5 Pro， 我们先来做一个开箱。盒子里面就会有送你2本说明书，还有一张 warranty 卡，也会有给你一支开新卡的新卡针，还有包括一个透明的硅胶软壳，也会送你一条 Type-C to USB 的数据线和一个原装67瓦的快充充电器。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 Poco F5 Pro 的实体机，我们这一次拿到的是黑色的版本，上方就有它的3颗镜头，还有一个闪光灯，下方就有一个 Poco 的 logo。Poco F5 Pro 手机背盖采用了抛光涂层的强化玻璃材质，黑色的版本左右两边有碳纤维纹理的设计，这个是底部放SIM卡的位置，这个是麦克风的 sensor， 这个是 Type-C 的充电插孔，这个是下方的 speaker， 这个是上方的 speaker， 这个是 infrared 的 sensor， 这个是麦克风的 sensor， 这个是侧边的音量按键加跟减，这个是开关机按键。从侧边看起来它的镜头模组不会到很突出。SIM卡的部分它是可以支持2张SIM卡，但是不支持 memory 卡。它这一次也是使用了窄边框的屏幕下巴，前置镜头是用了中央打孔屏的 camera 设计。它的处理器是8核，最高可以去到 3.0 GHz。它的 Android 版本是用到 Android 13，系统版本是用到 MIUI 14.0.4。色彩风格里面它可以支持生动、鲜艳、原色、高级模式。屏幕分辨率它可以支持 Full HD Plus 超清显示2400x1080，最高可以去到 WQHD Plus 极清显示3200x1440。屏幕刷新率它可以支持60Hz，最高可以去到120Hz。它也可以支持超分辨率增强，还有支持 AI 智能场景优化，也有视频画质增强，还有动态画面补偿。它也可以支持心率检测。内存扩展里面它最高可以扩展多7个 GB 的 RAM。这个是主镜头，这个是广角镜头，它 zoom 的话最高可以 zoom 到10倍。录像里面它可以支持超级防抖，录影画质它可以支持 720p 30帧，最高可以去到 8K 24帧。这个是文档模式，这个是专业模式，这个是人像模式，这个是夜景模式。更多里面它可以支持 64MP 超清视效、短视频、全景、RAW 模式、慢动作、延时摄影、电影镜头、长曝光、前后双景、魔法分身。这个是开启了夜景模式之下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，这个是在比较暗的夜景之下拍摄出来的效果。这个是人像模式，这个是开启了2倍长焦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开启了64MP 超清视效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开启了后置主镜头 4K 60帧的帧数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开启了超级防抖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开启了前置镜头 1080p 60帧的帧数拍摄出来的效果。在嘟嘟跑分里面它是去到110.392分，它的单核跑分是去到1257分，它的多核跑分是去到3929分。
在王者荣耀里面，它的帧率最高可以去到高，分辨率最高可以去到超高。在王者里面，它的游戏帧率只可以去到60帧，打了3场排位，平均温度保持在40到41度左右。和平精里面，我们打开画面设置，流畅最高可以去到极限，均衡最高也是可以去到极限，高清最高也是可以去到极限 ，HDR 高清也是可以去到极限，超高清最高可以去到超高，极清暂时还没有开放。Poco F5 这次是搭载了上一代旗舰神优骁龙8 Gen 1 Plus， 从AnTuTu跑分轻松破100万分来看，处理器的效能表现依然稳定发挥，再配上超大面积的 VC 散热板，可以提供高效散热，也更加稳定的保持性能输出。屏幕的部分，这一次用上了 WQHD Plus 120Hz AMOLED 的屏幕，其中 WQHD Plus 的屏幕是一般 Full HD Plus 屏幕解析度的2倍，无论我们是在看影片或者是玩游戏，屏幕画面会呈现出更多的细节。同时，它的屏幕峰值亮度还去到1400尼特，再加上16000级亮度调整。另外，还有专门为游戏玩家打造的触控取样技术，让你玩游戏的时候更准更稳。影像方面，这次 Poco F5 Pro 也下放了小米影像大脑 AI 演算摄影技术，可以大幅度提升影像品质，同时还多了自动夜景功能，在比较暗的环境之下会自动触发夜景拍摄。主镜头也采用了像素合并技术，再加上 OIS 和 EIS 光学防抖的补助，不管是在白天或者是晚上，都可以轻松获得更清晰、更高动态范围的照片。最后我们总结 ，Poco F5 Pro 作为一台中高端的手机，我觉得这一次 Poco 堆的料已经可以算非常的满了，而且在这个价位竟然还有支持30瓦的无线充电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一次是 Poco 有史以来第一次推出512GB 大内存的版本，价钱还定价在2399罢了。如果你想找一台性能高、内存比较大的手机，都非常推荐你可以考虑这一台。也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，看看你对这一次 Poco F5 Pro 有什么看法。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，如果对这台手机有兴趣的朋友，都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去做下单。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，记得赶快来帮我们做个订阅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